Hello， 大家好，欢迎你们来到本期的四星月塔罗占卜。那今天呢，我为大家带来的这一期占卜主题呢，是来看一下3月份你的运势情况。又来到了我们每个月的一个月运势占卜的时期。那么今天呢，我们会来给大家连接你的能量，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在2025年的3月份你的一个运势情况。想必大家已经过完了这个农历的新年，很多朋友可能已经开始在自己的一年的计划当中开始去奔跑，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当下还是有一点，比方说不是那么的确定，或者是说对于很重要的决定还是有一点犹豫。那么今天呢，我们想通过这一期的连接宇宙的能量，来帮大家看一下3月份我们的这个运势会怎样。3月份你的运势的重点会在哪里？3月份来自宇宙给你的强大的指引以及重要的建议分别都有哪些？今天呢，我们会从感情事业以及综合方面包括我们这边宇宙给你的特别补充讯息，来全面的为大家看3月份你的运势。好了，那如果你对这一期的占卜感兴趣呢，我们就来进入到今天的选牌。今天的选牌呢，还是和往期一样。那么我呢，提前的收集了你们的能量还有信息，然后呢，把它们分别放在了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能量牌卡当中。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OK， 我们呢从左往右分别是第1组、第2组，然后呢是第3组。好的，现在呢来让我们看一下每一组牌卡我们的具体的能量。第1组牌的朋友，今天呢我们非常明显看到，在这张牌卡里是一颗水晶，红色的背景，黄色的水晶宝石。那么这个水晶也有可能它不是黄色的，是白色的。那么它之所以呈现出这种金灿灿的颜色，可能是我们在讲那个水晶石折射嘛，折射的是太阳的光芒。所以呢，今天我们第1副牌的朋友看到了这个能量，我们给大家选的能量宝石是这个天使光水晶。天使光水晶，金色的金色的 OK。我还挺开心可以给大家找到这颗宝石，我觉得还挺符合今天的能量的，对吧？好，这个是我们的第1颗第1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好，那接下来第2组牌的朋友，我们这里是一个章鱼吧，是不是章鱼或者是鱿鱼嘛？反正就是这种很多触角的一个软体动物这个鱼呢有一个眼睛感觉是非常，就是给人的感觉就很有灵气然后它是在这个海里嘛，背景有很多的水藻有很多的这个水藻或者是海带。然后呢，今天我们的能量宝石跟我们的背景能量是一致的，是这个奥宝 ，OK， 是奥宝，绿奥宝石绿奥宝石 ，OPPO 来的，好，来，我们把这个能量放这里。其实奥宝是有光泽的，它的光泽是那种哑光色就像那个珍珠，大家看珍珠，珍珠其实也是有光泽的嘛，尽管它是那种哑光奥宝也是哑光亮哑光的那种光泽。好了，这个是第2组牌的朋友就是这个章鱼 ，OK， 在这个海里面非常灵活的一个小灵兽。好，然后呢，再就是第3组牌了第3组牌呢，我们这边是很多的花，这个花呢其实是有很多的，你像这个花、草莓、喇叭花、牵牛花，这个花好像是生姜花吧 ，OK， 其实很漂亮澳洲很多这种花。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能量宝石给大家看就是这个蔷薇灰石。我觉得今天选的牌和这个宝石的能量真的是好符合，能量就是承接的非常的对应，包括这个蔷薇灰石嘛，你像蔷薇它也是一种花的名字嘛，蔷薇灰石这个是这种紫红色的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对一个牌卡能量的一个简介了。那接下来呢就是进入到选牌。
所以呢，在选牌的地方啊，我会建议你跟我一起做一个简单的冥想，来连接当下呢，对应在你自己的3月运势里啊，和你自己能量是我觉得是最强大，或者是你最有感应的牌吧。好，那现在呢，就让我们一起啊，来闭上眼睛，深呼吸，我们来连接宇宙的能量。然后呢，我们一起来问宇宙，宇宙，请你告诉我，那2025年3月份我的运势是怎样的呢？请宇宙给我重要的指引、提点和建议。感恩宇宙。深呼吸，睁开你的眼睛，看向你面前的这3个不同的能量牌组，用你的第一直觉去选出、去感应出当下呢哪一副组牌，或者是哪一个图腾、哪一颗宝石啊，在当下呢跟自己是最有能量的对应的。那因为我们这边呢是一个大众占卜嘛，所以有些朋友啊，如果在选择牌组的时候呢，你认为有其中的一张牌卡和另外的一颗宝石，同时呢跟自己是有连结和对应的话，那么我会建议你2组都听听看，因为呢有可能你的能量是被分在2组里面，又或者是说可能你在选牌的时候跟图腾的能量连结，或者是跟宝石的能量连结要更强烈，所以大家也可以在这里做一个甄别和选取。好了，那如果你已经选择好了属于你的能量牌组的话，我们就来看一下3月份你的运势吧。那我们就待会儿见啦。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啊，你们选的呢是这个天使光黄水晶金色水晶。 OK， 好，放一遍。那我们今天呢看的是3月份你的运势嘛。首先呢，我们就来通过今天的这个能量连接牌卡来看一下宇宙对于你的3月想对你讲的一句话，或者是一个重要的能量指引是什么啊？那么这里是 You are a rare find，翻译成中文的话，大概意思就是说你是那个很难找到的那一个，也就是说你是宝石。第一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这个话用中文讲更清楚，就是你就是宝石。那什么是宝石呢？就是在很多很普通的石头里面，对不对？那你突然看到了一颗这样子的石头，你可能就会非常的兴奋，你可能就会觉得这个石头很特别这个石头是与众不同的。那么我觉得在这个地方隐隐的就透露出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们要么呢就是有一个很厉害的天赋天赋异禀，或者是说有一个特别神奇的能力这个就是你的一个技术了。然后呢，还有一些朋友可能是在性格方面我觉得是对这个你的周围环境，或者是对我们的这个世界有非常重大的影响力。那么出现这句话呢，我觉得还有一个能量，就是在讲可能有一些朋友，因为我刚才讲可能在过完这个新年，我们开始去2025年开始走向这个正轨的这个过程当中嘛，就有些人可能就会很迅速，他很明确 OK 我要开始走，我要开始跑。但是也会有一些朋友可能会有一点迷茫，或者是有一些不那么的确定不知道接下来这个路或者是你已经在走的这个路是不是自己真的想走的，又或者是这个路是不是对的路呢，对不对？能不能到达你想去的那个目的地呢？我觉得它可能还是会有一些不确定的感觉。而这张牌呢，恰巧我觉得是对应在了就是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能感觉到也许你对于自己的某一个想法，或者是你对于自己的某一个决定、某一个观点你心里有这个能量，你心里有这个呈现，但它有一定的模糊性，不够明确，不够坚定。也许你觉得自己，其实你是觉得自己不错的，但是呢，有的时候你在看到就是一些事情的时候，或者是你在做一些比较的时候，可能你还是会觉得有一点不那么的确定万一我不是呢？万一这个东西我想的没那么好呢？可能就会有一个这个万一在你的心里，或者是有一个那个小小的疑问在你的心里。但是呢，抽到这张牌我就觉得，如果你当前有迷茫的话，如果你当前有不确信的话，那么这就是宇宙给你的提点，
就是希望你能再确定一点啊，我觉得要确定自己，或者是多肯定自己一点点。连宇宙都说，那么多的石头，你就是我精雕细琢的那一个，你就是我认真的就是照顾的那个宝贝，对不对？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不要去怀疑自己啦，不要去犹豫勇敢的走自己的，就是你想走的那个路，勇敢的去做那个你心里想做的那个自己，然后呢，不要计较前方，着眼于眼下就好了。因为这个方向这个方向是什么呢？这个方向在你的心里，这个方向不应该是因为最后的那个结尾，就是那个目标来决定怎么样或者是不怎么样。那个目标是你显化出来的，那个目标当前它不在那个地方，但它应该在你的心里。你只有把这个东西植入你的心中，并且相信它，那么这个结果它必将是你的，好不好？这个就是我看到第一副牌的朋友就是这个宝石的能量。你要相信自己，你就是宝石，你就是那个钻石，你需要的仅仅是当下你想去做的这种抛光和打磨。一旦做到位了，一旦我觉得是一些东西就是事情做好了，你就一定能看到自己的这个光彩，你就一定能看到自己闪闪发光，是你想要去呈现的属于你自己的光芒颜色。这个就是第一张牌。好，我们讲这边然后呢我们来抽牌，我们来看一下你3月份运势的一个能量流动情况我们来看一下，我们来问宇宙。第一副牌的朋友选到这个宝石水晶 OK， 我们来看一下你3月的运势，我们来听宇宙怎么说好，感恩宇宙。好，我们第一张牌是一个这个噩梦的逆位OK， 第二张牌呢是一个这个战士5战士5，然后是一个逆位的能量。好，没关系，我们来看一下你3月份你的这个运势能量流动是什么样子的状况，然后呢我们可以解读出你的运势是怎样。第3张牌呢是女帝的正位好，最后一个呢我们抽到是死神的逆位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选到第一副牌的朋友这个宝石的朋友，你的一个运势首先吧，我觉得是这样子的，因为我刚才就是有听到有一部分第一副牌的朋友，我觉得在你的就是你当前过的这个生活里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你心里还是有一点就是不那么的确定吧，或者是你还是觉得有一点不能够就是很清楚的抓住那个清晰度，就是很精准的找到你的决心，或者是很勇猛的去执行你心里的那个想法和计划。我觉得是差一点那种坚定的感觉可能是因为不自信，可能是因为心里有其他的想法，又或者是有什么能量的干扰，就让我解读到一些就是有一点不是很稳的感觉有一点不是很稳的感觉。那么3月份这个运势呢，其实就是把你，我觉得是带到属于你的那一个地方，就好像说你是一颗种子，或者是你想种这朵花，那么你当前可能还在犹豫说我是哪一个种子，或者是你犹豫说我要种的这个花，它究竟是会开出来像玫瑰，还是开出来像生姜花比方说，或者是菊，或者是这个什么向日葵，对不对？可能就是这个地方还是不是很确定嘛。那3月份的这个运势呢，就是把你放到最适合你的那一个图里面去，女帝牌，把你放到那个比方讲你已经想好了 OK， 我还是觉得玫瑰更好，或者是你还觉得向日葵更好，然后你就需要去找适合这个东西的土地，对吧？因为不一样的种子它就得放在不一样的那个环境里，它才能长得更好嘛。那么你确定自己是谁，或者是你确定你想种什么，你需要去下地这个东西要根植进去，才能够真正的去孕育，才能真正的最后被显化出来那朵玫瑰，或者是那一颗向日葵。大家懂这个意思对不对？这是一个比喻嘛。所以我觉得3月份这个运势吧，
无论兜兜转转怎么走，3月份，而且是尤其到3月份下旬，我觉得很多当下如果有迷茫的朋友，如果有不坚定的朋友，我觉得3月份下旬以后，你的能量会稳定很多。所以3月份的运势是把你的能量从不是很稳的地方，我觉得是带到一个很稳的地方，并且在这个稳定之后我觉得有些朋友需要去我觉得是需要去真正的勇敢的让自己去走上那条道路，或者是真正的把心也放下去。因为我这边最后有死神牌最后是把心也放下去。好，我们来看一下这个能量，我们来先一个一个的来分析一下。首先呢，我们这边是一个噩梦9噩梦9这张牌就是典型的有怀疑，有恐惧，有被放大了的，或者是被就是被恶魔化的一些焦虑。在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左右这个应该是2月底和3月头的时候，我觉得是有一些这个能量可能会就像我刚才连接到能量，就是有一些这种能量的干扰在你的左右。那么这个能量的干扰呢，到了3月1号之后，因为我这边是一个逆位的牌嘛，所以我觉得整个比方说你的睡眠情况会好一些，你的做梦的这种习惯，特别是晚上容易做梦，或者是做一些这种有点让你抓不住头脑的，不知道是怎么回事的，有可能是噩梦，也有可能是让你就是那种有些梦很奇幻，它没有具体的成型，但是却能够给你情绪上的波动，就是那种让你不能够稳定下来的那种梦，我觉得是会消失掉，换成更加简单的一个夜晚，就是你倒下来你就睡觉，然后你醒的时候已经是白天，我觉得会是这种感觉。我觉得有一些焦虑的东西你看这个人他的那个焦虑就像他的呼吸一样有的时候我们的这个气通过呼吸，它既可以吸入一些比方说不好的东西，我们也可以通过吐气来把不好的东西给散发出去，也就是我们所谓的疗愈嘛。所以我觉得在这里我觉得3月份之后呢，第一副牌的朋友能量会稳定很多，焦虑会少许多，你的脑袋里想的那些事情会稳定很多。有的时候是我们脑子里想太多的事情，飞速的转，别人不知道，但你知道，对不对？你知道你脑子里一天到晚在想事情，那么这个想事情的这件事情就是不能太多。我们的能量需要稳，7大脉轮，我们的能量需要稳。如果你的上轮能量，上3轮顶轮、三眼轮、喉轮，对吧？上3轮的能量太强，尤其是顶轮和三眼轮，你就会感觉到自己就是那个精气被吸走了，就是没有在身体里，你就会觉得非常的疲倦，哪怕没有做什么事情，这个没有做什么事情是物理的你就比方说我没有走什么路我也没有干什么活但是我就是累。为什么？想太多了，想是要耗能量的。OK， 这个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我觉得3月份就是开始想的东西变少了开始平静了，你的能量会变得更稳定，相比于2月底。那么接下来3月份还有个什么能量我们这边看第2张牌，就是这个战神5战神5这边可以感觉到这有一个人嘛，就是这个战神他其实很有能量嘛。然后呢，他左边有一个这种人，右边有一个人，就把他给拽着前面还有2个人守护着，就感觉到这个人他很多能量，他想往前冲，对不对？左右有人夹击，前面还有2个人挡着，这什么意思？这就感觉到想动不了，对不对？想行动，但是行动不了，而且这个行动不了是为什么呢？有可能是因为外界的阻碍，因为我觉得明显这2个人挡在前面的，就是我们想往前突破，但是前面有阻碍，有别的人在那个地方不想你过，不想你走过去，不想你通过，不想你通关，对吧？但是还有2个人，这2个人更像是灵体，所以这2个人有可能是我们思想当中的一些给自己制造的一些焦虑，或者是我们给自己制造的恐惧。有的时候可能没有人挡我们，我们是因为害怕往前走，
所以才不敢往前走，对不对？但是我们这张牌也是个逆位啊，也是个逆位，所以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其实3月份的能量我们可以感觉到什么样子的一种，我觉得是一种指引啊，我觉得是一些比方说焦虑烦恼变少的感觉。 OK， 我们去讲这个运势，有的时候你看那个命运的轮子啊，就好比它这个转嘛，有一种是从底下往上转，那么就是很明显的感觉到好事越来越多，然后呢就是吸引到很多新的东西，对不对？我们在转这个轮子。但有的时候呢其实是一种，比方说我们去转啊，我想到的是什么呢？就是回轮的时候，就像那个月亮啊，从新月到满月，满月又回到新月，有的时候是什么呢？是回过来，就是当我们开始脑子里的肩膀上的东西太多之后，我们也会难受，我们也会觉得负担大。这个时候呢，其实能让我们舒服的方式不是再去吸引，而是丢包袱，丢下脑袋里的沉重，丢下肩膀上的担子，才能让我们舒服，才能让我们回归平衡，对不对？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在周期里面啊，在这个 cycle 里面，所以我觉得这个 cycle 啊，这个周期里面，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是把不好的东西丢掉啊。我这边看到很明显的3月份，你们在丢东西，你们在丢包袱，就像我们讲的去放手。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你们3月份的能量的运势，它的好的原因是什么？就是你们在放手。第一张牌，我觉得是放过你自己的脑子，就是放过你自己的那些想法，放过自己的那种焦虑。所以我觉得你是头脑变轻松，脑袋变轻松了，脑袋里的那些杂物杂质被你丢出去了，所以脑子先轻松起来。然后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是火元素嘛，所以我觉得这个是什么东西呢？什么变轻松？我觉得是环境变轻松，是外界的东西变轻松。那么外界怎么变轻松呢？就好比讲，比方说有什么地方有水灾啦啊，不能通行啦，或者什么地方火山爆发啦，你又觉得好像很危险啦，就不能飞呀啊，飞机被取消啊，你就过不去嘛。但是呢，这个火元素5的逆位就让我看到，比方讲，水过去了，水灾啊，这个洪水它来了，但是它下去了，它走了，就没有这个水灾了嘛。那么这个车子可以通过了，你也可以过去了，所以就通行，所以前方的阻碍就撤销，对不对？或者是你像那个飞机啊，之前可能是因为有火山爆发有烟，然后呢就不能够去飞行，然后被取消，你就走不了。那么现在呢，3月份来了以后是什么意思啊？这个火山爆发的这个危险已经解除了，烟呢也散了，航班呢又恢复正常了，所以你又可以飞起来了，你又可以去到达那个地点了，到达那个地点你才能做那个事，做了那个事你才能继续往前，是不是？那么无论这个能量是在你的工作中，在你的个人生活当中，私生活里面，还是说其他的一些部分，我觉得是同样的道理，对吧？我觉得是一些阻碍你的东西，外界的东西在3月份的时候被撤销，所以这个时候呢，内心有火的你，这个火是好的啊，这个是你的精神气，你的精神起来了，你本来就有这个强烈的一种想法，你有这个精神，你想去做成什么事情，但是基于外界的阻碍，你没做成的事，在3月份的时候，外界的阻碍在慢慢的撤销，那么第一副牌的朋友，你就可以去顺利的通过了。这个就是我看到2个能量，对吧？我们明显感觉到在撤销一些麻烦，一些包袱，一些阻碍，在3月份的时候在减少。那么当条件成熟，你看我们这里天时地利人和，这个条件是你自己的条件准备好了，对吧？你脑子想法思想里的东西清楚了，外界的条件也开始更加有利于你，所以我们要干嘛？女帝牌，我们要在土里去扎根，我们要把真正自己心里的想法，自己想做的事情，自己想完成的心愿，想过上的生活，我们要把它落实。所以我觉得3月份下旬的时候，会是第一组牌的朋友感觉到最舒服的时候，非常的稳，非常的接地气，非常的感觉到自己就是在我觉得是很落实的，很顺利的
OK， 我觉得是很顺利的，女帝牌很顺利的在打开自己的新生活。这个我觉得才是真正第一组牌的朋友，可能你2025年的第一次感觉到，就是新年、新的一年、新的一个气象被你开启了。所以我觉得第一组牌的朋友，也许你们的好运是有一点滞后的，对吧？我们有些朋友之前我看的是，可能在新年甚至是新年之前就已经开始跑2025，走得很快，哇，飞速的冲过去。但是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不要急每个人的运势，每个人的时间点，这个 divine timing 就是宇宙的时间不同的。我觉得你们的时间是3月份下旬，3月份下旬你们的运势开始打开了你们的这个运气开始打开了，你们要开始走自己的2025年了。而最后的这张牌死神，它也作为我们今天的承接能量嘛，它是一个逆位的。我觉得有些东西你看我们这个死神其实挺漂亮的，就是猫头鹰还有鱼在这个河里，然后很多这个火焰，它代表的是那个亡魂，他们要走入这个能量点，对吧？这个能量点就是去投胎，或者是去转世。那么这些能量其实是有这种猫头鹰去带领他们的有猫头鹰带领他们，所以这个火焰最后的这些亡魂都能得到他们想要去往的方向。所以今天的这个死神牌更多的是一种，我觉得是怎么讲呢？就是我们要回到我们该去的地方。这个地方看起来很黑暗，大家看这个能量其实这是一个什么？这是个冢，就是我们在讲坟地嘛看起来好像很恐怖你看这个，但事实上是什么呢？事实上就是说这些亡魂他应该去往这里，只有他通往了这个冢，就是这个能量，穿越这个能量，就像我们在讲死亡的那个黄泉之路，我们只有走过黄泉路，我们才能走上那个开始新的生命，就是这样的一个过程嘛。那今天死神牌又是一个逆位，作为第一组牌朋友最后的这个能量承接，那么我听到信息是什么呢？就是也许就是3月底的时候，你开始走自己的2025年的时候，可能有些事情你们还是有一点执着，就有些事情可能还是放不掉能放很多啦 OK， 放了很多，3月份放了很多，而且也让自己轻松很多，但是还是有一些事情，我觉得死神这样逆位就是最后一下吧，最后的还是有一点执着，最后还是有点抓着不舍得放他走。这个不舍得放他走，可能有些朋友是真的不舍得丢，就是具体的，比方说不想丢什么不想丢自己的那个兴趣爱好，不想丢自己的那个车，不想丢自己的那个稳定的东西，可能是非常具体的。但是我觉得还有一些朋友，这个不想放手的也许是你的执念，它不是具体的东西，它是那个情，它是那个想法，它是那个念头这里有可能是你的执念。所以呢这张牌它更多的是到4月份的时候，所以死神牌逆位的我觉得也是很好的提点吧。如果还有一些东西放不下3月底的时候，对于第一组牌的朋友你走得很好，但是如果还有一点东西放不下，给自己一点耐心吧因为死神牌有很强大的疗愈嘛，所以是给自己一些耐心吧。也许当你更好的接受自己，有些东西能够更加顺畅的、更加自然的去转换。那么最后呢，就是该放手的还是要放这个死神牌它毕竟是死神，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可能会4月份4月份可能大家还需要去继续的放放的越多你越轻松，越轻松你跑得越快，旧的不去，新的不来。如果过去的东西能够让你实现理想和心愿，你就不用那么的焦虑了，对不对？所以如果你想去有新的结果，你肯定要在源头去做改变。这个就第一组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了这个塔罗里的能量运势的一个解析。那么接下来我们来具体的看工作我们来看一下工作吧。好，看一下工作，3月份来感恩宇宙。
好，金宇宙给我们指引，第一组牌的朋友对应在3月份的工作运营啊，来，这张牌是什么呢？我们来看一下 legal， 哇，好，这个是什么？法律啊，法律。哎，我听到第一个信息就是有跟官司有关的，跟合同有关的，跟订单有关的，跟公平正义有关的一些东西啊，可能是大家焦虑的点。3月份的时候呢，跟这个工作当中啊，大家要注意合同，注意公平，或者是跟公平相关的事情可能会被显化出来啊，这个就是我看到这张牌里面感觉到的。还有一个呢，我这边看到这个钱呐，就是贴在这个女生的这个眼睛这里啊，给人感觉是不是就是不要看钱呢？啊，跟工作相关的事情啊，如果你需要在3月份做重要的决定，钱这个事情啊，可能需要你滞后吧。啊，我感觉到能量就是说，比方说，如果你看钱的话，可能你短期觉得自己好像赢了，或者自己就是收益了，或者是自己能够打个引号占个便宜啊。但是呢，长期也许你会损失，长期也许你会后悔。在工作当中，我觉得钱不能够是3月份你去考虑问题的重点。3月份的时候，你需要把眼睛闭上，不看钱。第一个，问自己的内心，你喜欢还是不喜欢？你能接受还是不能接受？第二个，我觉得要去衡量，这个衡量是什么？我觉得是自己和别人啊，自己和别人。有的时候我们太过于利己，会伤到别人，所以我们要去保护自己，我们要去爱自己，但是我们也要去考虑周围的人，对吧？有的时候大家就是想，那个自私和自爱之间到底区别在哪里？我觉得这个点非常的重要，一念之间也许就会走错。自私的能量是一味的为自己索取，一味的去满足自己的心愿，但是哪怕伤到别人也无所谓，就是完全的利己主义，这个就是自私了。那什么叫自爱呢？就是说能够平衡好别人的需要和自己的需要。我们一定会想到自己，我们也需要考虑自己，但是我们考虑自己的这个边界就是不伤害到别人。如果我们不伤害到别人，我们去考虑自己 OK 的。但如果说你考虑自己的前提条件是要伤害对方的东西的话，那么这个可能就会有点过界。所以我这边这个秤呢，给我的能量就是你要问自己的心，什么对于你来讲更重要，你才能够去做这个决定。就有一点像是一种心理啊，他就说可能之前因为自己受过伤，因为之前太过于考虑别人，太过于去就是为他人着想，结果反而被背叛呢，或者是被别人伤害了，就像那个心里有一个黑洞啊，被就是有创伤。那么这样子的人呢，可能就会有一种过激的反应，可能就会讲我不要再去像以前那样，因为就好像说你有一个那个证书说 OK 你这样子为别人着想，你看最后你是受伤的人，这个逻辑是错的，对不对？事实上不是这样子，所以我们需要的是疗愈。死神牌我们需要的是疗愈，所以我觉得在工作当中吧，就是这个度在哪里，需要很多第一副牌的朋友你们的智慧，好不好？这个是工作当中的啊，我觉得是能够从这个牌卡能量当中给大家去拿出来的一些指引。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觉得3月份的时候大家需要注意的事情啊，就是在工作当中，我觉得是跟钱有关的事情，你们需要去注意。这个注意是什么感觉？就是如果3月份的时候工作当中有什么重要的文件条规啊，比方说你的那个领导啊，那个人事部门呐，或者是你去谈什么新工作，肯定就会有合同嘛，对不对？或者是有这个比方说公司要调整什么工资啊，是对全体员工的，或者是对你这个部门的，就一定有一些规则的东西，就是这种法律条文嘛，你需要注意。你要读每个字每个字的读，你一定要认真，你要看清楚跟你的这个利益有没有冲突，或者是有没有别人在通过文字有一些什么东西就是让你觉得不对劲的东西，你需要为自己负责任。所以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尤其是在合同或者是跟这个金钱工资
什么奖金啊等等这种跟自己的利益完全挂钩，跟自己的权益完全挂钩的条文出来，你就一定要注意了。如果有的话，一定要细读，甚至是专业人士帮你再看一看 ，OK， 不要出问题啊。好，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这个牌里它给出的是这张牌出现，它还有一个意思，它说的是如果说有一部分的朋友官司在3月份的时候会得出结论，对吧？有的时候官司要打很久，但如果3月份的时候要出结果，他说这个结果有可能会是有利于你的。这边就是我听到就是我们那个英文单词，就是说你可能会得到你应得的 compensation， 就是你应得的补偿，这个补偿是以金钱的方式来到你的账户。所以在法律相关的东西里面，可能这个官司有定论了，那么你得到补偿代表你赢了，对不对？你赢了，至少在官司里你赢了，这个补偿3月份的时候你会收到它，这是好消息，对不对？这是好消息。那么第三个也是这个牌卡里的，他说的是3月份的时候呢，其实是一个处理跟金钱相关的法律事宜的时间。那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在工作当中有任何金钱相关的纠纷，比方说别人拿你的利益，或者是说你认为自己的某个权益被别人剥夺，那么3月份的时候，你可以通过法律的手段来找回自己的公正，这是你的公正时期这个就是最后一个能量信息。好，给大家这个是工作里的。OK， 第二个我们来看还有一个要跟大家补充就是说如果3月份有朋友想要去求职找工作的话，那么跟法律相关的领域，我觉得会是一个有可能让你看到机会的地方这个也是给大家补充一下。好，看感情我们现在看感情。感恩宇宙，我们来看3月份你的情感运势好，这个connection，这个牌粉笔就这个格子，叉叉叉一个爱心。我首先呢就是连接的信息吧，跟大家先说，就是对于有一部分的朋友如果说之前遇到的人让你觉得是错的，有一些缘让你觉得是就是不对的，或者是不好的，那么这张牌出现说明可能在3月份的时候你有机会遇见对的人，真正跟你有缘的人。有的时候这个缘很有意思有一些缘呢是我们命中注定的，就是说宇宙会带给你的。这个缘呢是我们这一生这一世本来就有的，就是我们说命里有嘛，对不对？但是还有一些缘是我们找上来的，就是我们在这一生当中可能有些人有些事情本来跟我们可以没有什么联系的，但因为你的一些言行举止嘛，你就跟他联系上了。所以有一些缘我们在讲什么叫攀缘，我们去制造出了这个缘分。有一些叫什么，就是我们所谓的那个业力是怎么来的，对不对？业是怎么来的，就有的时候这个东西是我们自己把它给造出来的。如果我们回溯到我们的灵魂的最源头，每个人都是清白的，每个人都是没有什么罪的，但是我们就是因为造了很多的业，或者是我们去做了很多的事情，有些事情我们自己都不知道它会有影响，但是呢所有的事情，所有的话，所有的念头都会是因也会是果。所以在这张牌里面，我就觉得有一部分朋友有些缘之前如果不对的话，3月份的时候其实是有机会遇到对的人的 connection， 这种连结这种连结会是那种宇宙给你之前安排好的，你在这一生当中就是会遇见的，那是属于你命中有的缘分，那不是你找来的，不是你制造出来的，这是你应得的，这是你应该有的。所以这种缘分会更深，这种缘分宇宙说的是什么？更加的永恒，它是有因的
而且这个因缘啊，这个从哪里来，这个回溯很久的。所以我觉得这张牌出现吧，就是第一组牌的朋友，如果你单身的话，我觉得好的缘分啊就在不远处，请大家打开心啊，打开自己的心，接住它啊，接住它。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如果你当前是有情感对象的话，就是你有恋人，对吧？我觉得这个 connection 讲的就是你跟你恋人的关系啊，在3月份的时候挺好的。有的时候呢，就是如果你走进一段关系，有的时候你是能觉得两个人的连接很强烈，对吧？因为你们在一起面对事情，你们在一起，比方说制造美好回忆等等等等啊。但也会有的时候，你会觉得有一个人跟没一个人没什么区别啊，这个人在你身边，在你左右，但你没有觉得这种连接感，对不对？所以说，我觉得这张牌就是说，如果你有恋人的话，你有爱人的话，3月份的话，其实是一个让你觉得还蛮有跟他之间啊挺有连接的。其实真正的连接，有的时候可能来自于心里的一种感应，可能对方为你做了什么事，你觉得很欣慰，又或者是你能为对方做些什么，对方很感激，对方非常的欣赏，你也觉得很棒。所以我觉得这张连接牌是感情里的一张很好的牌，而且这个牌让我看到的是柳暗花明的意味，或者是这种雨过天晴的彩虹，它是好兆头。OK， 最后一个能量啊，我们这个是来自宇宙的一个补充信息，我们来看一下。第一组牌的朋友，3月份的运势，我们今天的总结，宇宙给你的最后一个提点啊，关于你的3月，感恩宇宙啊，出的好快哟，这什么 ？Financial health， 哇，好，这个是财务健康。对于今天的总结，宇宙想对你讲，3月份，请大家关注自己的财务情况。关注自己的财务情况，这个财务情况啊，有可能它对指的是消费问题，这个财务有可能对指的是你的收入问题，这个财务情况也有可能对应的是你的理财，也有可能对应的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张牌，法律相关的事情，你需要为自己维权，或者是你需要为自己争夺本属于你的利益，而财务的健康能够让你在这个地球第一副牌的朋友，能够让你根基更稳，能够让你在追寻灵魂成长的过程当中更加的没有后顾之忧。所以财务的健康是你在地球上生活必须学会，而且要做得很好的一件事情。我们的地球是物质世界，是3D 世界，所以跟财务有关的事情，我们需要把它处理好，这是你的责任，这也是你的必修课。那么除此之外，我觉得第一副牌的朋友，3月份跟钱财有关，跟财务有关的方面，我觉得是利好啊，因为我这边感觉到好消息，大家的财务只要你花心思，只要你认真，我觉得你的财务一定是利好，一定是越来越好，走向这个稳定、健康和繁荣。好了，那这里呢就是我们今天为大家带来整个3月份来自宇宙的提点，3月份我们宇宙给出的一个预测。那么希望第一副牌的朋友，祝你们好运，祝你们开心哦。那我们就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2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绿奥宝。好，放一边。今天呢，要来给大家连接的是有关于你2025年3月份运势情况。今天呢，我们在去看你的运势能量解析之前，我们首先来看一下对于你的3月宇宙想要给你的一句话，给你的重要提示。今天是这个章鱼，来看一下Always be on the lookout for the presence of wonders。好，那这一句话呢，其实我们简单翻译，宇宙就是希望你能够在3月份的时候留意身边的奇特，也留意身边的奇迹。
奇特和奇迹 wonders。 我觉得奇特吧，比较像是你看到什么东西发生在你身边，你可能觉得它本来是这样子的运行轨迹，可是却突然变化了。比方说你身边的一花一草一木，在你不经意的时候就已经进入了春季，就已经进入了绽放，就已经迎来了所谓的春季。又比方说你通过外界的一个能量的改变，感受到在你身上也发生了奇迹，在你身上也发生了你不曾，我觉得是预估，你不曾想过可能会发生在你身上的好事，但是呢却发生了。这就是所谓我们身边的奇特现象，以及发生在自己身上的奇迹表现。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就给人的能量的连接吧。我觉得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现在给我的能量是你们没有太高的期待。没有太高的期待呢，有可能是你们比较着眼于现实，也有可能是因为太久没有被惊艳到了，所以已经有一点不相信这个神迹不太相信这个神迹。也许你觉得就是生活里有一些苦的味道，然后呢，你习惯了这种所谓的就是有一点自己非得辛苦才能够看到那个结果。如果自己不努力的话，可能就不会有好的这种机会会找你嘛，对不对？你觉得你不是世界上那个幸运的孩子，但是呢，我觉得3月份的时候你的运气不错。这个运气是这样子的运气呢就像一个精灵，抓不住也看不见，但是这个精灵在谁的身上就是这个 fairy 它在谁的身上给出什么样子的魔法我们都不知道。有的时候呢，精灵在你的身边擦身而过，你看到你身边的人，哇，他怎么运气这么好。但有的时候呢，这个精灵他就是到处跑到处转但是呢，我们知道的唯一不变就是他不会停下来。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我觉得你会在3月份有好运。就像我刚才讲的，这个精灵他曾经在你身边出现过，那么这个精灵在3月份的时候是出现在你身上出现在你的身上。我觉得会有一些很美好的灵感，一些很美好的现象，会让你很感动，会让你很有感触。我觉得会温暖你的心，融化你的心，从而使你在3月份之后，我觉得会用另外一种更加积极更加美好的心态和眼光来看待自己的世界，来看待你生活的地球。我听到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来自宇宙这样子的一个能量所以你看，就是这个八爪鱼我们在大海当中看到的更多是海藻是鱼是虾那看到它的几率可能比较少。而且我觉得这个八爪鱼或者是这个章鱼就很大嘛但是呢，其实我们是知道它是在海里的嘛，只是很少遇见。所以我觉得有一些很罕见的东西不是经常能看到，不是经常能遇见的东西，会在3月份的时候被你遇上。好，我们来看能量的一个变化我们来抽3月份你能量变化的一个，你能量流动的一个牌卡我们来问一下宇宙，3月份第二组牌的朋友，你的运势是怎样的？感恩宇宙好，感恩宇宙。选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来看一下你3月份的运势是什么。好，第一张牌是力量的逆位。3月份你的运势3月份能量的流动，金币55个金币，金币5好，然后呢是8个权杖哇，飞出来的宝剑骑士。好，我觉得如果要是用一句话总结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3月份的运势的话我觉得是缓缓的然后是快速的找到自己
前进的方向。这个前进的方向未必你们不知道，但是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可能会让我们有一点就是比方说因为一些事情吧，可能是一些打压，或者是有一些困难阻碍啊，就是会让我们觉得有一点不那么的自信，不那么的确定了啊。因为这个宝剑骑士就是说很明确自己的方向，很明确自己想要去完成的这件事情。所有的骑士他最厉害的就是我们常讲骑士的精神。骑士的精神是什么？骑士的精神就是说，我作为这个荣誉的骑士，我是要为我的目标、我的理想而荣誉征战。大家想那个古时候啊，因为我们这个时候是西方的能量啊，都是西方的这一套就是这个占卜的一个体系。在西方就是古时候啊，这个骑士是非常荣誉的，是荣誉的象征。只有你非常的优秀，非常的有贡献，这个国王才会赋予你骑士的称号。所以骑士他不仅仅是我们平常讲的一个骑在马上的人啊，他是有这种能量寓意的，他是一个有头衔的一个感觉。所以我们最后看到了骑士牌的正位又是风向的风向的骑士带的是宝剑，他的这种对于自己心目中的，其实很多时候这个东西它是一种思想嘛，风向元素，就是他对自己头脑当中的目标清晰无比。这个风元素骑士很多时候都是来守护国王的，就是国王说 OK 我要去守护我的百姓，那么骑士就是出征去帮这个国王守住百姓的那个人，对吧？他是一个实行者。所以骑士很多时候是在马上面。我们这个骑士呢是这组牌是美人鱼嘛，所以这个骑士是在水里面，但他身披盔甲，对吧？身披盔甲，以这个海浪为他的这种战马，一浪一浪的去往前，去斩获，去推进，我觉得是他的目标，这个引以为豪的心中的目标。所以我觉得第二副牌的朋友我们今天看到是什么？奇迹，对不对？我刚才听到就是说3月份的时候，可能你有一点遗忘的，有一点不那么确定的心里的那个真正想要追寻的那个东西，在3月份的时候，我觉得会在你的脑海当中清晰无比。我们在讲3月份其实是我们刚刚过完新年，刚刚开始整装待发，要去展开我们全新一年的一个重要时刻。3月份我们要开始慢慢的去迎接新春的到来，我们的四季，对吧？我们的四季，我们的这个24节气里面，3月份是一个很重要的时间，它代表的是新生，它代表的是黎明前最后的那个黑暗时期，马上就要进入春季了，马上大家就要开始动起来，就要开始快起来了。那么第二组牌的朋友，你们有没有准备好？你们有没有开始去非常清楚2025年你想拥有什么样子的人生？2025年你想通过自己的努力去奋斗出什么样子的结果？又或者是在2025年你想做成什么事，去往什么地方？我觉得在你的心里一定会有一个这样子的，像一个很漂亮的一个规划图。OK， 在你的心里一定会有的。我觉得3月份的时候，这个蓝图会非常的清楚，非常的清晰。OK， 我们来看一下这4张牌首先我们这里是一个力量，来，我们今天的力量牌是个逆位，力量的逆位其实是有一点在告诉我这个能量就是这种力量悬殊之间带给大家的无力感，或者是一种错位的感觉这张牌的力量牌给我错位的感觉。我们在这张牌里看到的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大金鱼，它被这个鲨鱼的网子给缠绕住了。这个大金鱼呢，在大海当中体积庞大，是我们第一眼看到这个美人鱼和大金鱼之间，我们会感觉到大金鱼的庞大，也就是它的力量之所在。可是这个时候呢，庞大的金鱼身躯的庞大其实反而成了束缚它的枷锁。这个金鱼网不就是把它给缠住了吗？对不对？它如果小的话可以钻进去，可就是因为它太大了，所以这个金鱼网就是把它缠住了。
这个时候呢，你看身材小巧的美人鱼就过来帮他能够从这个网子里出来，重新获得他需要的自由。而这个小美人鱼啊，我们可以看到它明显从体格方面来讲就是比这个金鱼要小很多，但是大家看，这不是真正的一种力量吗？就是体积小的未必在这个时候它的力量比它小，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大金鱼是没有办法的，而美人鱼才有，对不对？就像我们生活当中啊，也许我们举个例子吧，在这个公司里面，也许我们不是什么领导，我们也不是什么老板，我们就是一个小职员，我们仿佛在公司里的重要决策方面并没有什么特殊的意义，并没有什么决定性的一个关键性。可是呢，有的时候啊，比方说计算机出现问题的时候，也许你就是那个程序员，你就是那个黑客，你就是那个能够让这个防火墙再一次这个 bug 重新修复的那个人。当事情没有来的时候，当问题不在的时候，也许你会觉得自己的价值好像也没有很大，很普通。可是当事情来了的时候，你会发现也许那个领导那个老板他们才是束手无策的人，而你才是能够救公司运行的关键人物。所以有的时候啊，我们在这样子情况下，就是力量的悬殊，力量的不同才会表现出来。那么这张牌的逆位让我看到是什么呢？我觉得有一部分的朋友，第二组牌的朋友，也许你在工作里面吧，我们举一个简单例子啊，也许在工作当中你可能觉得自己仿佛没有那么大的力量，没有那么的重要，有的时候甚至是会被别人忽略掉。但事实上是什么呢？就是事情不在，或者是别的事情你觉得好像他们在做决定，没有你说话的份。可是有些关键的事情就是你比他们重要，你在公司里有这个重要的位置，有这样子的一个岗位是有原因的，所以不要妄自菲薄。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当这个系统被黑客攻击，你才是那个 IT 的专员，对不对？当这个公司比方说公关出现问题，你才是那个公关的专员。又或者是说维修，包括我们后勤部门很多事情其实就是你有你的价值，你要清楚这个价值，而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你在主角的位置上。那也同样不是所有的时候都是他在主角的位置上，我们都在做着自己人生当中的主角。但是呢，等你来到社会，你就会发现，就是我们每个人都有时机，时机不到的时候，我们不要去羡慕别人这个就是说你要去做好你自己的事情。那时机来了的时候，你就可以上台了，时机来了的时候，你就可以去表现自己了，你就去实现你的能力了。所以呢，这张牌我会感觉到什么呢？就是有一部分第二副牌的朋友，在你的工作上刚才我讲的这个能量可能是有一点就是觉得自己没那么重要吧。那么你需要在3月份的时候调整心态。那或者是生活当中大家在这个你的圈子里，会不会有的时候觉得自己没有那么的重要呢？那么你也是需要调整自己，因为不是体积庞大的那个看起来光鲜亮丽的人，他永远都是厉害的。不同的时候，不同的情况，每个人的位置，每个人的角色都有可能互换。我们今天抽到的主牌，宇宙说的是什么？就是要发现生活的奇迹嘛。所以这个能量也有可能在说，就是有一部分朋友，也许你不是这个美人鱼你不是这个美人鱼，也许你是这个金鱼，你是时常生活当中的主角。但是3月份的时候，或者是2月底的时候，你发现你被一件事情困住了，这是一个小事情，但是对于你来讲是一件大事，你需要解决它。所以我们的第二张牌出现的是金币5，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这个金鱼，如果你是金鱼我们今天就是讲2个能量。如果你是这个金鱼的话，你遇到事情，你需要放下自己的自尊心，放下自己的那个高贵的头颅。你要知道，哪怕你再厉害，你也可以求助。我觉得求助，主动去求助这个能力需要大家去熟悉它。你就把它当做一个技能好了。比方说摩羯星座的朋友，天蝎星座的朋友，狮子星座的朋友
白羊星座的朋友，就是这种能量很强悍的平常都很强势的一些人啊，就是特别牛的。特别是你像摩羯星座呀，像天蝎星座啊，对不对？狮子星座啊，可能都不太喜欢去主动开口包括这个水瓶星座都不愿意主动开口去问别人该怎么办，平常都是别人问你该怎么办。那么2月份的时候，如果你是这个金鱼的能量的位置，你就要知道3月份的时候你需要去换一个思路了。因为我看到就是如果你不去向别人求助，你会困在这里。你看这个人困在这里，他明明被困在了孤岛，他很伤心，他很难过，这美人鱼就在边上啊，你看看我呗，我可以带你离开这里，对不对？就像这个美人鱼啊，这个金鱼就需要这个美人鱼的帮助，哪怕这是小小美人鱼。所以我觉得如果你是金鱼的位置的朋友2月底3月初，大家一定要注意，主动的睁开你的双眼，主动的去看生活当中谁在你身边，谁想帮你，谁愿意帮你，谁能帮你，主动的去询问别人能不能帮自己就是这样子一件小小的事情可能对于有些朋友来讲就是有点难但是你们一定要学习主动的去向别人求助。我们生活在地球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越怕什么就越来什么，我们越不熟悉什么，这个能量就是像一个课题一样重复的出现在你的身边，重复的出现在你的生活，只有你主动的去学习它，主动的去面对它，克服心里的那个难关，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它就不会再来了。所以我今天呢看到是什么，就是说当下吧，第2副牌的朋友，如果你是金鱼的能量，你很强大，你很厉害，我觉得2月底3月初的时候你会遇到一件小事，这个小事对别人来讲很容易，对你来讲它很难，对你来讲就是你有一点束手无策。如果是这种情况，请你主动寻求帮助，你只要寻求帮助，你就会立刻解放。因为我接下来的牌是权杖8和宝剑骑士。你会看到其实你身边周围都已经这个能帮你的这个天使美人鱼它就在你身边，离你超级近。你要做的第一个，接受它的帮忙，第二个呢就是睁开你的眼睛发现它的存在，然后呢开开你的口，开口去问它。然后呢我们这边还有就说少数朋友我觉得你如果是美人鱼的这个能量如果你是小美人鱼，我刚才其实也讲了，我觉得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在一些很特殊的情况之下，你能帮助到一个很厉害的人，你能帮你的老板，你能帮一个比方生活当中你一直很崇拜的一个人你就是那个能帮他的唯一，你自己都觉得好神奇，你怎么能帮到他，而且怎么可能被这个人问到你，那么你就去帮他，因为你正好有这个解药，你手上正好有能帮他的这个钥匙，所以这也是你身上的奇迹，这也是你的机缘，你去帮他，勇敢的去帮他，别怕别怕，你去帮他，他真的很需要你去帮他，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你们2个人都会变好。我这里美人鱼权杖8，我觉得你仿佛抓到了一个非常厉害的一个方向，就是你找到 OK， 原来我这么的有价值，原来我的天赋在这里，平常我觉得我自己这个天赋能力好像都没什么用，突然被这个人给挖掘出来了有的时候大家想想是不是有那个契机，可能你我之前看那个看那个电视剧嘛，可能你就是个很会画画的人，然后你画家，结果突然发现你可以去帮助别人，通过绘画师，对不对，画出这个罪犯的容颜，然后呢就可以帮助他们破案，就可以解救生命突然从一个艺术家到达了这个生活里的前沿，对不对也许你是一个医疗人员你平常是护理，但是突然有一天你发现有一个特殊的一个病人或者是特殊的情况，你的护理工作到达了一个极致，就是非常的需要你非常的需要你，那么你也愿意在那个
前沿吧，就是贡献自己的力量，燃烧自己的生命。你会立刻发现，原来你平常觉得不怎么有价值的工作，或者是不怎么有价值的一个能力，它的这个光亮，它的价值被放大数十倍、数百倍，让你惊艳。因为我们3月份的能量就是惊艳嘛，对不对啊？留意身边的奇迹嘛，留意身边的奇特现象。所以无论是金鱼的你也好，还是美人鱼的你也好，3月份会发生在你身上不可思议的事情，让你对他人 OK， 让你对他人，比方你是金鱼的能量，你会对美人鱼的能量瞬间改变你的看法。也许你会投他啊，如果你是金鱼，你也许会投资他，你也许会成为他的贵人啊，也许你会发现这是一个很好的领域，你想去开发，你想去完成，你想去做。也许你是这个美人鱼的能量 OK， 你发现你这个人是你的贵人，你帮了他，这个贵人给了你一个指点，你就顺着这个能量就上去了，顺着他的指引和方向就完成了自己心里的那一个明确的你接下来要走的方向。所以在身上奇迹的事情发生是会改变命运的，第2副牌的朋友是会改变命运的。所以我在这个能量当中读到的信息可能非常的具体。当然这个能量除了我刚才讲的工作，还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它可能直接对应的是你的感情生活，就是这个感情关系出现在救赎这样子的能量磁场里，你救赎他，或者是你被他救赎，你们的生命在救赎的那一瞬间，相互救赎的那一瞬间，像火山爆发一样的能量突涌了出来，让你们2个人的生活同时进入到了一个加速度的舞台的中央，你们开始明确自己接下来要怎么选择，也有这个能量。也许你会找到自己此生的一个想要去奉献的这样子的一个事业，你也会找到，比方说你此生想要去爱的这个人非常的坚定 Knight of Swords 这个就是解决问题，冲向心中的那个目标这个是宝剑骑士。好，我们讲到这里我们来抽一下今天对应的能量。首先来看一下工作，来看一下工作先看一下工作。来问一下宇宙，选择第2副牌的朋友，绿奥宝的朋友，你3月份的一个工作运势情况，或者是具体的指引。感恩宇宙。好，今天是这个耐心patience。这个 patience 出的很好我刚才连接的嘛，就是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时机有自己的时机，每个人都有出场顺序，不是所有的人同时站在舞台的中央去表演节目，展现自己。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今年的3月份，你有机会展现自己。也许你等这个机会等很久，你都不知道什么时候机会会轮到你。但是我觉得3月份的时候，对于很多，或者是对于一部分吧，选得到第2组牌的朋友，工作上，我觉得你有一个机缘，让你展现你的能力，让你展现你的魅力，让你去解决一个问题。这个问题不难的，至少对于你来讲，它不难。但是这个问题很关键，你会在3月份的时候突然觉得自己很牛，很有价值，因为你发挥了你能力当中最大的一个光亮几乎最大的一个光亮。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现在是2月份2月底听的话，我觉得就是等待吧耐心等待，平心静气，让自己的这个，无论你现在做什么工作嘛，就是好好做就对了。时机来了，你就能够去展现你的能力了，你就能走上舞台的中央。工作它可能会跟你的这个金钱是有挂钩的，或者是跟机遇。因为有的时候工作当中就是只有你被看见，被赏识，
你才能够有机会往上走，往上走，你才能够在金钱方面更富裕、更轻松、更自由，对不对？所以我今天看的就是第一个信息是耐心啊，第一个是耐心。第二个信息，如果当前在工作当中遇到了瓶颈，遇到了困难，遇到了一个你钻脑筋啊、钻牛角尖都解决不了的事情，但你其实觉得这不应该是那么难的事情，或者是你觉得怎么就在这个地方卡死呢？3月份的时候啊，第二组牌的朋友，3月份的时候，你将遇到来帮你的人。3月份的时候，你将被救，你将我觉得是有机会和这个能帮你的人，就是有这种遇见的机会，但是就是你还是需要去睁开你的眼睛。我刚才讲嘛，主动求助，因为这个人他可能不好意思告诉你啊，我可以帮你，或者这个人他可能不好意思去说什么，他需要你主动的去开口啊。你问问他，你跟他聊聊，你眼睛睁开看看他啊，你会发现他的眼睛也在看着你，说你要不要帮忙啊？所以我觉得这边啊，工作当中3月份的时候是第二组牌的朋友贵人到来的时机。如果当前还没有遇到，就是耐心。3月份的时候啊，我们这有一个月时间左右，大家耐心等待。如果这个问题你解决不了，你一个人解决不了，就需要去遇见能帮你的人。那么在这里，宇宙说不要放弃，不要放弃。宇宙当前正在为你调频，正在为你把这个人带到你的身边，带到你的身旁。所以你现在就是要有耐心，稳住，不要自乱阵脚。第三个能量，最后一个吧。算是给刚才第一组、第二组能量信息的一个总和，就说3月份的时候呢，需要大家在工作上慢一点。3月份的工作不是去突击，至少3月份上半个月绝对不是。工作方面，上半月3月上半月是休息、恢复体力、恢复精神，把那个卡的那个结解开啊。工作方面，或者是让自己回到平静的状态。因为我觉得这边力量牌有一些挣扎，有一些等待时机，要等着上台嘛，对不对？所以说慢慢的平心静气的等待属于你的时机啊。这个就是3月份啊，我觉得是工作上的重要提点。好，这张牌卡里啊，第4条信息讲的是钱有关的。他说钱会慢慢来钱会慢慢来。这张牌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有些朋友啊，在金钱方面就不满意嘛，觉得钱少了，赚钱赚的不够多啊，或者是觉得当前想去让自己的财富变得更多嘛。然后呢，宇宙说的是你目前在的这个状况啊，钱是有一点慢的，但是它是会来的，所以你需要等待，你需要慢慢的去和这个能量一起显化出结果。你越求快，我觉得是会让自己越焦躁，越焦躁就越会影响你的显化能力。所以就是要自己心中有信念嘛。你看我们这个禅师心中有信念，然后呢是稳住啊。他虽然慢，但是他一直在动，他一直在流进你的钱袋子。所以我觉得第2副牌的朋友就是多有耐心，好不好？来，这是我们今天的工作。然后呢，我们来看感情。好，女生告诉我们第2组牌的朋友。这个就是感情方面啦。这张牌呢，我听到第一个信息，这张牌的能量是感受
是感受非常强烈的情感的东西，情绪的东西啊。这张牌我听到是有些朋友啊，在3月份的时候有很多的情绪的积累啊，无论这个情绪的积累是为什么，是从哪里来的。3月份的时候呢，可能大家有一些情绪的积累需要得到释放。这个释放对于单身的朋友来讲，宇宙说希望你能够把自己的情绪释放出来，也就是说你要去外面，我觉得有一点像是寻找自己的机缘吧，就是你得把自己放在一个有人的环境里，对吧？至少吧，你得走出去吧，交朋友吧，跟朋友出去走走转转啊，聊聊啊，让自己有一些社交的机会吧。如果你心里也想去跟一些外界的能量做一些连接的话，你需要首先走出去，这个是尤其给单身的朋友。所以我觉得宇宙就是能够感觉得到吧，也许你有这个想法，也许你希望自己能够在新的一年里遇见自己的缘分也好，交更多的朋友也好，又或者是你心里很想去找到自己的那种能谈得来的，对吧？无论男女啊，无论是情感的还是说友谊的，就是说如果你有这个情绪，你需要去释放它，情绪不要在心里积压。你想交新朋友就出去交新朋友，你想去谈恋爱就去寻找这样子的机缘。有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去努力为自己争取的，对不对？好，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我觉得是有关于，如果你当前有恋爱对象，如果你当前是有伴侣的话，我觉得在3月份的时候你们之间的情绪有波动，尤其是来听第二组牌的朋友就是你跟对方嘛，是你自己。我这边感觉到是宇宙觉得你心里有情绪的需求，你有情感需求，或者是说对方对你有情感需求，就你们关系里一定有一个人在情感当中开始有需求或者是有强烈的需求。因为有的时候两个人走时间长了，可能都会觉得有一点习惯了都觉得好像就习惯这个人了，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有的时候突然就会有要求，有的时候就是大家可能自顾自的生活一段时间，但是突然一下就回来了。也许是你回来了，你想让对方证明他现在对你的爱有多深，对不对？也有可能突然对方回来了，他希望你能够展现你现在还有没有在爱他，就是这样子所以说有对象的朋友吧，3月份的时候，我觉得你跟他之间一定有一个人在情感上还蛮有需求的。因为我这边是深度的情感需求，深度的情感经历，那么你们需要创造情感的这种连结的机会，为对方做点什么，跟对方深度的心理谈话，对方想对你做什么，你需要去接纳他，接受他，让这个情感，让这个深度的情绪得到释放，对你们的关系利好对你们关系利好，加强你们的连接，释放掉你们对情感的需求度，就是得到满足嘛，对不对？所以是利好的。我们能感觉到有一股浪平常是平静的海面，3月份的时候感情里有一叠浪哗过来，你们需要去迎接它这个浪就是不能挡着，情绪如潮水，不能挡，我们要允许它发生，允许它释放，允许它顺畅的流淌，上下的起伏这个就是我觉得情感当中3月份的一个宇宙的一个信息吧。最后是一个补充，最后一张牌了作为今天第二组牌的朋友，我们3月份运势的总结，我们来看宇宙怎么说关于你的3月运势。最后一张牌，我们今天的总结。感恩宇宙。好来，这个3月份宇宙给出的总结是显化。第二副牌的朋友，恭喜你们哦。3月份的时候，你们的显化之力非常的强，这股能量在无形的地方，
它显化的结果惊艳到你。平常显化的是1:1，3月份显化是1:10啊，3月份的显化能量是1:10，所以我们今天抽到这张牌是什么呢？有求必应，有求必应。你如同这个魔法师，你如同这个女祭司，满月之力。OK， 你内心的能量在3月份的时候将达到一个全盛，宇宙将离你最近，你将最快的、最简单的、最近的得到这个能量的一个连接。所以你的心愿是什么？你真正心里想要的是什么？一定要清楚啊！这个心愿是不可以乱许的，不小心成真了该怎么办呢？所以这里啊，就是第2副牌的朋友今天为大家所看你3月份的运势解析。那么希望这个能量呢能够为大家带来指引，祝所有第2组牌的朋友在3月份遇见属于自己的奇迹。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啦，我们下期再见，拜拜。Hello， 大家好，欢迎选择到第3副牌组的朋友，你们呢选的是这个蔷薇辉石，好，放一边。今天呢我们要来连接的能量啊，是有关于你2025年3月份的一个运势。那么在我们去连接这个运势能量流动之前呢，我们首先来听一下宇宙对于你的3月份想对你的一句话，想对你说什么啊？好，今天我们抽到的呢是 May your life be full of love,Adventures and wildflowers， 这个呢就是在讲宇宙说希望你的3月份在你的生命当中满是爱，满是精彩的冒险，满是遍地开满的野花。好，这样子一句话我觉得是非常多的祝福啊，我觉得是有很多很多的祝福，有很多很多美好的东西想要赐给第3组牌的朋友。在这个能量当中我感觉到的是3月份对于你来讲可能它是会让你呈现出满是爱你会吸引都是爱，你会自己就是那个爱的存在，又或者是说有一部分的朋友在3月份满地都是你心心念念想要去走的，去看的，去探索的精彩人生冒险。那么所谓的野花，这个野花给我的能量是看起来杂乱无章，但是呢却非常的有意思有味道。有的时候生活被我们打理的井井有条，但是太过于规整的生活时间久了会让人觉得乏味。但是有的时候呢，生活可能看起来是杂乱无章，但是在这杂乱无章当中有你的那种随意的、放荡不羁的突然兴奋的生活，可能需要一些调味剂。生活有的时候需要的是突然的变化，以及我们在讲说走就走的旅程，这些东西都是生活里面的味道。一锅饭想要做的好吃，需要很多的味道加在一起，那种综合的口感可能才是最让人兴奋的，才是让人觉得刚刚好的味道。我们的生活可能就像这个做一锅饭一样，它不是一个单一的味道，它需要很多的元素，它需要很多不同的能量同时加入进来，这样子你可能才会觉得自己的人生精彩不负你在人间走这一遭所以说第3组牌的朋友，我觉得3月份对于你来讲应该是一个很好的月份，我能感觉到一股很舒服的、很快乐的、很开心的能量注入到了3月份你的运势当中。那我们现在呢就来连接你的3月运势能量流动情况啦。好，我们开始我们来抽今天的塔罗牌。好，感恩宇宙。我们来看3月份第3组牌的朋友，你的运势能量流动情况是怎样的呢？我们来看一下宇宙怎么说。首先是星星星星牌，我这里有一个死神的逆位放这边。好，3月你的运势。
这个是权杖4，权杖8的逆位，最后一张牌是权杖10。好，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有很多的权杖，有很多的火元素啊。我们来解读一下你的3月份能量运势啊是怎样的一个情况？3月份你的运势是怎样的？我觉得整体来看，我觉得3月份是一个很好的月份，因为我这边有这个星星牌嘛，它把整个3月份的能量，我觉得就好像是给你打上了一个人生的一个标记，就是说你3月份的时候其实是非常有方向感的。有的时候我们可能在生活里面觉得很迷茫或者是很困惑嘛，但是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3月份的时候，我觉得你的生活会很有方向感。这个方向感来自于你之前的经历，我这边还有个死神的逆位啊，就是说来自于你之前的经历，你可能之前已经经历了一个非常巨大的蜕变，或者是你之前已经进入了一个重大的转型期，而且已经走完了，你已经不在原来的那个地方，你也不再是以前的那个谁谁谁，或者是说你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生活了，你已经变化完成了，可以这样讲，你已经化茧成蝶了。但是如今的你呢，可能是一只小蝴蝶啊，你不再是之前那个毛毛虫，你已经是小蝴蝶，可是这个小蝴蝶可能还需要进一步的去成长，进一步的去适应它的新的这个能量，它的这个有翅膀的这种状态，它的新的这个身体，对不对？所以我能感觉到，就是第3副牌的朋友啊，我觉得整个3月份对于你来讲，就是去真正的感受，真正的在内心里面去接纳这个新的自己，在内心当中真正的去感受这个新的环境，这个你显化出来的新的未来，它究竟对你意味着什么？在这个新的世界里，在这个新的平台里，你想怎样去走？你想怎样去探寻？你想怎样去过好你的生活？所以我这边感觉到有很多的自由的感觉，有很多探索的感觉，甚至第3副牌的朋友，你们给了我最大的能量是你们在允许自己犯错。有的时候我们不允许自己犯错，没有那种很近很怕就是失败，很谨小慎微的生活。但是我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我读到的是一种勇敢，一种敢于犯错，敢于去争取，敢于去冒险的这种精神。 OK， 在这种冒险的精神里，其实很多时候它都包藏着可以赢，会赢，但有的时候呢也有可能失败。可是我们需要这样子的一股勇气，我们需要去相信那个美好的可能，我们才有可能去拥有那份美好。所以我觉得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里其实我读到的是你们对生活的热爱，对自己的认可，以及对于未来希望的一种认定、认同感。你们是3组牌里面当下我连接能量最有精神的一组牌就是最有精神的一种感觉，就你们的能量当中是那种有一股劲有一股劲，有一股冲劲，有一股想要去争取的那股热情。 OK， 这个是我看到的好，那么在能量当中呢，我觉得3月份整体我觉得是一个比较探索的感觉，因为我在3月份能量当中读到了很多不一样的能量，就好比有一个大的东西，因为我们这边是1张大牌3张小牌，3张小牌全部在火元素，就好比天上有一颗星星照亮着你的这个新的家园，你的新的这个环境，你的新的生活，然后你非常清楚自己心里的那个那个指引，那个方向，你知道你想比方说去勇敢的爱，你知道你自己想去迎接真正的爱，你知道自己想要去冒险，想要去感受这个世间各式各样不同的能量，对不对？这个是你内心的指南针，它会很明亮的去照亮你。那么在这样子的指引方向当中，可能你会经历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我觉得就像是一个整体的一个画布已经打开了，这个画布是平静的，是疗愈的，这个画布里面有你对未来的希望，对自己的认可，以及经历了那么多以后你心里的那份淡定在你心里的那份淡定，你不再去比方说不会去轻易的被别人影响了，所以你会更加勇敢的去跟别人交往因为你知道你不能影响我，你也不能是说改变我，我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可以去外面走走看看，所以我不怕去遇见各式各样的人。所以我在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当中3月份我觉得你们有可能会遇到各式各样的人，这也是你们心心念念想显化的东西。
3月份的时候，你们也有可能去看各种各样的，比方说什么机会啊，什么活动啊，你们也会非常勇敢的去参与，去投入其中，去感受，去经历，因为只有真正的感受和经历才能告诉你人生的真相，或者是你想探寻的这个真相。那么唯一我想提点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有关于这个死神的逆位。在你的心里啊，我觉得你们处在疗愈期的最后，或者是已经疗愈好的状态，而死神牌的逆位就是在告诉我，可能有一部分第3组牌的朋友还有那么一点点事情，他也许正在画上句号的尾端 OK， 或者是还有一点点事情你还不能够真正的完全的放自己走。可是呢，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如果有这样子的牵挂，一缕牵挂的话，在这样子的能量当中，我觉得你们更加需要确定的是，这个心的打开才是你的未来，而你这个最后不舍得的一点点 OK， 勇敢一点啊！我觉得你们已经放下很多了，但是最后还有一点点，你们需要放下它。只有放下它，你才能够去迎接你自己的新生。只有放下它，你才能够真正的去毫无牵挂的更加自由的冲向未来美好的明天。 OK， 这个就是我看到死神的逆位给大家一点点的提点。那么接下来呢，在3月份大家可以去期待一些什么样子的事情啊？首先呢，我这边看到是权杖4这张牌呢，在告诉我，其实3月份的话，可能很多朋友啊会遇见很多的活动，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有活动啊，比方说这个迎接这个春季的一些春游啊，比方说你的家庭或者是朋友之间有人要举办活动啊，比方说婚庆呐、生日宴呐、或者是他们开了各式各样的派对啦 OK， 我觉得是会有很多的活动。那么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真的是在你的生活里啊，3月份就是你结婚的日子，3月份就是你跟某人连接在一起的这种重要的时间，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3月份就是这样子的一个很重要的、很美好的、很有仪式感的一个月份。而当前你在听这个占卜的时候，可能你已经在准备、在筹备着了。3月份的时候呢，可能还会有一些朋友，我觉得是落地到新的地方，在旅行、在玩、在探寻新的一个，比方说这个风景啊，甚至是还有一些朋友在3月份可能会遇见我觉得是比较好的朋友吧 OK， 大多数的人第3组我觉得是跟你的好朋友，我觉得是关系很不错的在一起 OK， 会重聚啊，或者是约着出去玩。但是我觉得还有少数的朋友这边会很快的就是遇到一个很新的人，这个人可能会跟你有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是那种新朋友当中的老朋友，就是说虽然认识的时间不长，但是却觉得好像两个人曾经似曾相识啊，就是那种一见如故的感觉。我觉得有一部分朋友可能会有这样子的经历。再来呢，我们的3月份还有什么牌啊？就是这个权杖8权杖8，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讲的是什么。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这个人呢，他在收割，他在收割，但是他的这个头顶上有一个乌鸦嘛，那个乌鸦叼了一封信给他，对吧？其实权杖8有的时候会有很强烈的一个，就是收到你期待已久的好消息啊，收到期待已久的好消息。我们这边的权杖8呢是一个逆位的。是一个逆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能量呢，给我看到的消息就是，仿佛有一个消息，大家可能在等待，但是迟迟没有来，又或者是说这个消息来了，但是它来晚了啊。我听到这样，你已经把这个庄稼给砍下来了，因为是逆位嘛，你可能已经做了自己的决定，就如同可能你一直在等待最后这个人给你的一个 closure， 就是说你在等待这个人给你的一个说法，因为你可能觉得说你们经历了很多嘛，你也许自己早已放手跟他的爱恨情仇，跟他的纠结，不再去计较什么了啊。我觉得已经是完全走在自己的疗愈的道路当中了。但是呢，仿佛在你的心里就总觉得这个人欠你最后的一个说法，他也确实欠你一个说法。可是呢，这个说法对于你来讲，可能当下来看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因为这个人可能在重要的时间里面，他没有给你想要的东西，而你选择就是自己走啊，接下来的路不再跟他一起同行。权杖8的逆位给我的能量是说，在你疗愈的过程当中，星星牌嘛，在你疗愈的过程当中，你几乎已经把自己疗愈好了，甚至是你已经找到了新的伙伴，你甚至已经跟自己特别好的人就已经见面了，已经连接在一起了。那个旧的过去
是那个人也好，是那个经历也好，是那个工作也好，是那个地点也好，其实在你生命当中已经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比例。但是旧的东西在我们的心里，它一定是会有一个位置的，就如同记忆，它已经是记忆，它已经不再是现实，它已经是过去，但是仍旧它会在心里有一个位置，对吧？所以呢，如果第三组牌的朋友你念旧的话啊，你对这个东西最后你还是有一点不甘心，你还是觉得这个人欠你一个说法，那么这个权杖八给我听到的信息是说，也许在3月份的时候你能够看到这个人给你的信息，但是你已经不在乎了，你已经不 care 了，因为你要收获的或者是你要割掉的割掉这个权杖嘛，给自己一个这个最后的一个东西，给自己最后的一个说法，或者是给自己最后的一个结论，已经做完了我听到就是你已经做完了，你已经 moving on 了，你已经去往下一个地点，你已经开始新生活的篇章。所以这个消息如果在3月份出现的话，可能对你的影响并不大，但是它有可能出现。权杖八的逆位我听到就是这种感觉，非常具体的一个消息。又或者是说你可能一直在等那份工作给你的通知书，你之前非常想去那家公司，你之前非常想跟那个那个环境里面就想进去嘛，结果你发现后来他们迟迟没有给你回应，你很失望，然后你已经选择了新的对象，新的合作伙伴，那么这个东西最后来了，对你也没有什么关系了，因为你已经不可能再跟他们联系到一起去了。所以就好像人生有的时候就像一场老天爷跟你开玩笑有的时候就像开玩笑，这里也并没有什么后悔，也没有什么遗憾，只是说生活就是如此。而你想要的第三组牌的朋友，或者是你所追寻的，在3月份宇宙会给你的是，生活里遍地都是精彩的机会，生活里遍地都是你想要去遇见的一些冒险和挑战，到处都是，哪里都有。而你不会因为外界的东西而被打压，而被改变，而你是真正的在勇敢的活自己，你是你生活的一个主人，你在手握自己人生的方向盘，我觉得是主动的去选择往左还是往右，往前还是往后。所以这种精彩，这种野花般的野蛮生长，才是属于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真正的我觉得是精神之所在，也是你们当前我看到经过这么长时间以来你们所酝酿出来的一份在心里的一份沉淀这个是星星牌，对吧？星星是一个启明灯一样的东西，它就是我们的那个明白了，懂得了心里的那个大大亮光，是我们内在的星星，这个星星最亮的这颗星是我们内在的光，就是星星的具体显化，好不好？这个是权杖八的逆位。最后一张牌呢是权杖10，这张牌呢给我的能量感觉就是大家在3月份的时候事情进展的很快速事情进展的很快速，我们这边是快速的，从4个权杖到8个权杖，然后到10个权杖，所以在你选择的这个新的方向里面，其实大家的这种展开的速度非常的快，非常快速的在和某人去推进这个关系，非常快速的在推进你的一个新的生活环境就像去搭建一个房子，非常的快，因为你很清楚的知道在这个新的地方你想搭建什么东西，对吧？我觉得是心里的方向一旦明确，做事情就是非常的有效率，也非常的容易出成绩，很有效果。而权杖10呢，我看到就是说非常能够去承担很多东西，10个权杖在这个人的手上，在这个人的肩膀边上，其实并没有感觉到那么的累。一般权杖10大家看到都是上坡，对吧？非常的累负重上行。但是今天的权杖10呢是下坡，是下坡，给我的感觉是下坡，是一个满月，就如同你的内心的光亮在指引你，你很清楚自己在3月份的时候想做什么，想玩什么，想跟什么人一起去连接，而你的这10个权杖是你给自己搭建的一个非常丰富的、精彩的、多方面的生活的一个巨大的蓝图。你手里握着这个方向盘，你手里抓了很多，比方说兴趣爱好、朋友、爱情、感情、生活、家人都有，生活因为各种各样的元素都在你的身边，所以你觉得很精彩。所以这种所谓的多方面多层次，反而让大家的生活我觉得是过得顺遂，很顺这个权杖10给我的感觉很顺，它虽然很多很重，但它很顺，就好比讲你有能力承载这个东西，
啊，第三组牌的朋友，你有能力承载，你的生活本就应该精彩，精彩包括着丰富多彩，丰富多彩。所以这个权杖十呢，我看到是生活是丰富多彩的，在3月份的时候遍地开花的。OK， 我觉得是带着热情的满月，带着热情的非常光亮的清晰的道路在往前走。这个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啊，我在这个能量当中所看到的这个能量的指引以及能量的流动，好不好？这个是我们今天塔罗牌的一个解析。 OK， 好，接下来呢我们就来具体的对应了。首先我们来看工作和事业。3月份你的工作和事业来自宇宙的一个指引啊，感恩宇宙。好，第一张牌 Work Smart 啊，这个是还蛮符合，我觉得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们的能量啊。这个是什么呢？就是工作啊，不是那种死劲的做，蛮干啊，用力的使劲，但是没效果。工作是什么？很聪明的做，就是知道哪个地方有个问题，我们就把它一补，补了以后呢，这个工作就正常运行，对不对？工作，聪明的工作可能是你需要去把这个结打解开，也许最近一直不能进展的东西，就是那一个人在拖这个项目组的后腿，就是这一个人在挡着你，不让你好过。那么你就不是自己在蛮干，你就去跟那个人跟他沟通啊，跟他向他了解啊，或者是跟他建立一定的关系啊，或者是真正的去了解这个人为什么会有如此的行径啊，就是那种感觉到非常清楚的看得到问题。星星牌非常清楚的看得到问题，然后呢也会非常一针见血的去把它解决。所以工作这边是他这个是 work smart， 就是很知道怎么做不是说随便做，我就知道怎么做，很注重方法工作当中是非常注重方法的。同时也在说第三组牌的朋友，你3月份工作不要去蛮干，要注意方法。你注意方法的话，你做起来就会很轻松，你做起来就会觉得很容易，你做起来就会很容易出效果那么蛮干不一定能够有效果所以呢，我觉得3月份工作当中要动脑筋。有的时候工作不用动脑筋就是那个小河在撞钟，天天敲敲敲就可以了，不用动脑筋。但是我觉得3月份要动脑筋，但是这个动脑筋会省掉你很多的麻烦，这个动脑筋也会减少很多你的工作量。所以我觉得3月份的时候多想多动脑筋，我觉得工作上一定会很顺利的。这个是我连接到的信息然后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牌里面有信息这一招呢，就是说宇宙有一点问题想要去让你去思考嘛。首先他想问你的是，你有没有就是说这个工作你一定要怎样去做，反而把这个事情弄得比较的复杂那这个呢，我听到就是说工作当中你可以去查漏补缺嘛。如果在这个工作里面你有一点倔强你觉得就是要按照你的方法来，你非常认同的某一种策略，你非常认同的某一种方式，如果这个东西你确认但是却一直很难推进的话，我觉得宇宙有一点就是希望你能够再想一想，有没有把这个事情变得复杂了，变得难了，会不会有更好的解决方案呢？有的时候我们可能会就是说很想证明自己是对的，然后呢就很想去push， 就是说要这样，一定要这样。也许你也非常坚定，就是说有你的理由嘛。可是呢，如果这个东西那么难推进，如果那么多人都反对的话，我们也需要去了解一下别人的观点。我们也需要了解一下观点。而且有的时候呢，就是哪怕你自己，对吧？你也许不是听别人的观点，也许你是决策者，但是你也可以想一想，有没有更简单的办法，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呢？因为你很聪明嘛，第三组牌的朋友，我们这边有很多水瓶座的能量，因为你很聪明嘛，所以我相信在你这边一旦你放下一点点固执，天蝎座死神牌的逆位，放下一点点固执，放下一点点的一定要或者是控制，也许你就会发现很多事情顺着来，很快的你就可以往前奔跑，很快的就是拖4、8、10完美10号牌完美结束了。所以我觉得工作当中就是要有这种
啊，既要执着，但是有的时候又要灵活啊，就是这样，很聪明嘛。然后第二个，他说的是有的时候需要去清空，重新再来。就是有一件事情，如果他做到最后有一点好像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就像我今天看到的那个野花，就是你这个画布啊，你的工作或者是你的生活，就像这个画布很杂乱无章的，在工作当中很杂乱无章，然后没有头绪啊，没有头绪。那么这个时候宇宙说，也许有的时候你需要去做大扫除，把画布里所有的花全部变成一个颜色，变成素色，把工作当中所有的事情全部清空，然后重新再来。那么这张牌呢，其实我听到第二个意思是，对于有一些朋友啊，工作当中有些事情如果太乱了，这个环境有些东西啊，你实在是没有办法改变，就好像那个胳膊拧不过大腿，有些事情你也没办法去改，你改了，你尽己所能了，但是很多东西就是像野花一样，你让它往左，它非要往右；你让它现在别开，它非要开。就是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啊，因为工作当中的环境很复杂嘛，所以如果是这种情况，而你很明确自己的方向的话，而这个地方的环境没有办法让你去以自己的方式去走，那么有的时候可能需要清空、清零，做大扫除。如果你是老板的话，也许你需要去让这个人离开，因为他不适合这个工作环境，不适合你的最后的那个整体规划。如果你是团队里的员工的话，也许你需要换一个老板，你需要换一个公司，你需要的是换一个团队。当然这个不是给大家说一定要怎样，只是给大家一个方向的指引，你们可以去看，要具体的对应你自己的情况了。第三个信息，他说的是我们要去看我们最基础的一些需要，因为当我们呢花钱解决问题，花钱去实现什么心愿，有的时候这个花钱也像是一个那种动力加速度，花着，最后就觉得好像不花钱就不能解决问题，不花钱就不能够完成自己的愿望。有的时候其实很多问题的解决是不需要花钱的，我们需要去存钱。这边第三组牌的朋友，有一部分的朋友，我觉得宇宙给你的一个信息指引，它并不是在讲你的工作，但是又跟你的工作有关系。他说的是你的金钱，你的存款。你需要在3月份的时候呢，控制好自己花钱的欲望，因为这边有很多野性能量，有很多冒险的东西。有些冒险，比方说学习，有些想要去推开的门，比方说你想去哪里，不一定说一定要花很多的钱，有的时候那张门票太贵，代价太高，门槛太高，如果这个门不是你想要的，你就会损失很多。有的时候学习，我们可能会想报这个课报那个课，学这个学那个，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可以通过先自我学习来感应一下这个学习里的内容是否是自己想要的，或者是说在你去承诺之前先试听一下这个老师讲课的方式，这个课程里面真正包含的内容有没有自己需要的。只有当我们能够，我觉得是有所控制的去把握住自己的一个花钱的习惯，或者是有所控制的去鞭策自己如何去花钱，我们也许能够在生活当中更加，我觉得是有一种就是能控制自己花钱的欲望的人也很厉害嘛。那么你能控制到这一点，也许你能控制生活的很多。而所谓的绝对的自由，就是在绝对的自律当中才能够体现出来的。我觉得这个呢，就是第三组牌的朋友你的智慧将带给你的3月份人生的指引每条都是大信息，每条都是很重要的，每条都是很关键的，能够让你赢到最后，或者是能够让你生活的更加舒服。好，这个是第一张牌第二张牌呢，我们来看感情。我们来看第三组牌的朋友，3月份你的情感方面感情方面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能量的指引，来自宇宙的信息是什么？好，感情方面我们抽到的是梦。这个是说有感情，就是有喜欢的人，或者是有暧昧对象，有这个爱人的朋友们我觉得3月份的时候呢，你们之间你跟他，你们之间要相互的去分享你们的梦，相互的去
鼓舞对方，鼓舞彼此，追寻彼此的梦。这种对梦想的追逐，对梦想的一种鼓励还有鼓舞啊，其实是有的时候让人觉得非常的，就是怎么讲呢，他的这种爱的方式是能够长存的。就有些爱它是非常物质的，比方说做一次饭，或者是说买一个礼物，对不对？当然这个物质的后面也有很多的精神和爱啊，这个东西它是各种表达方式，没有所谓的大小和高低。但有的时候呢，你的那种真正的认可对方，接受对方，是能够很长时间的让那个人的心里就是总记着你。就好像每个东西有大小，每个东西有质量，密度，是不是啊？我们那个物理是密度，就有些东西看起来小，密度很大，有些东西看起来很大，却很轻飘。所以我觉得在这张牌里，我感应到的是彼此之间有感情的朋友，当你们能够去真正的去认同对方，认同他，愿意去支持他的梦，愿意支持他追逐他的梦，其实有的时候在他的心里会一直记你的好。 OK， 这个是我读到的第一个。第二个是什么？第二个就是有关于分享。我们在感情关系里面，其实相互彼此的分享是很重要的，但是这个分享的内容有的时候如果太过于日常的话，可能也会觉得有一点无聊。那么除了分享日常，在感情当中的朋友，你们还可以分享彼此的梦，分享彼此的爱，分享彼此的期待。这些梦和这些期待里面，有的时候是有彼此的，有的时候并不需要有那个人，你只需要告诉他你想最后成为什么样子的人，也许在这个当中他就已经把你们两个人的一起，我觉得是放在他的心里了。所以呢，我们要知道在感情里面就是怎么样去相处，对吧？我觉得这个梦啊，对于已经有感情关系的朋友，其实它是一个很好的如何相处的一个指引。怎么样去跟他相处，怎么样去跟这个人我们进一步的去连接，分享彼此的梦，支持彼此的梦，是非常好的一个方式。那么对于还在单身的朋友啊，我觉得这边有单身的朋友嘛，我觉得单身的朋友啊，这张牌让我看到是什么呢？就是你的未来对象我觉得这张是个很重要的指引啊，就是你未来的这个对象，他一定是和你愿意跟你一起去分享梦想，或者是说你们可能会在谈梦想的时候感受到彼此的那种特别。我今天有一张牌啊，权杖4，然后今天有一张牌是星星牌。我觉得单身的朋友啊，我感应到的是说，如果你单身没有这个另外一半的能量在身边，其实这个人离你很近，其实你离他不远。当你勇敢做自己，当你勇敢追逐自己的梦想的时候，当你野蛮生长的时候，在这一路上你一定会看到满是爱。也就是说，这个真正喜欢你的人他就在不远处。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能还会遇到很多，比方说跟你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或者是说你还能够感觉到很多人间的温暖，这种爱的能量从你这里开始，最后会回到你的身边我觉得是非常非常好的一个能量啊。好，最后呢，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结束。今天我们结束占卜呢，给大家带来的是一个总结，或者是说来自宇宙的一个补充信息。我们来看一下3月份宇宙要给你的最后信息是什么。感恩宇宙。好，我们把这个牌挪一下啊，这边一点。我们来抽牌，我们来看一下第3组牌的朋友，关于你3月运势啊，宇宙给你的最后一条信息提点是什么？好 ，compassion blessing。对，我觉得今天的这个第一个吧，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有好运啊。说简单一点，就是你们有好运。宇宙在这个地方在祝福你。宇宙呢，在3月份的时候呢，会给你带来好事，会给你带来好运，因为这边你有很多的福报啊。第3组牌的朋友，我听到的是你有福报，你的这种福报呢，会在3月份的时候到达你身边。这个福报，我觉得是来自于你之前发的一些善念，来自于你的这种怎么讲呢？就是说，我觉得第3组牌的朋友，你们的心里很有爱，很温暖啊，很多的爱。这个爱的能量，有的时候
在面对他人的时候就变成了一种，比方说同情心，比方说能够共情的能力，比方说愿意去真正的去感受他人的感受，真正的愿意去站在别人的对方去为别人着想。而这个别人他不一定就是你最亲密的爱人和家人，这个别人有的时候可能是一个陌生人，可能只是一个跟你不是很熟的人，但是你们却能够做到，这一点很不容易。所以呢，3月份的时候你们就会有很多的福报嘛来到你的身边。那么最后呢还有一个就是什么呢，就是3月份的时候我觉得也非常的鼓励吧，第3组牌的朋友，就是如果你遇到什么事情，你遇到一个你感觉到了你跟他一起共情了，或者是你觉得在3月份的时候遇到了这样子的一件事情，你很感动，如果你想做什么公益，你想捐什么样子的款，或者是你想真正的帮某个人，我觉得也非常的去鼓励大家这样做。因为我看到这个 blessings 就是发好愿做好事，你是被宇宙祝福的孩子，你就是宇宙的孩子。我能够感觉到很强烈的一种善念，我能够感觉到一种很强烈的，就是你就是爱的载体的能量啊，在大家的这个能量磁场当中。所以坚持做自己，坚持去走自己心中的美好的带有希望的这个道路，无论世间是黑暗的还是光明的。第3组牌的朋友，你心里的这个星星，你心里的这个灯，你心里的这个光亮，是我们世人非常需要的，也能够带给你最强的人生指引。好了，那这里呢就是第3组牌的朋友，今天我们所看你3月份的一个运势解析。那希望今天的这个占卜呢能够为大家带来好运。那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边，我们下期再见，拜拜。